冯丹结婚多年，一直没能生出个孩子，为此丈夫总是埋怨于她，甚至还怀疑妻子是不是为别的男人小产过，总是一言不合就动手。冯丹除了隐忍之外，压根不敢反抗分毫，即便知道自己生育困难，也要按时打针吃药，总比让丈夫挑理暴打一顿要强上太多。可无论冯丹在这段婚姻中活得有多卑微，丈夫也不曾放过她分毫。陈丽是个有家室的，虽说妻女一直不在自己身边，但对于陈丽来说，男人就是为了事业而活的。再说了，女儿到了重要的高中阶段，如果她不加把劲的话，万一错过了女儿的理想未来可怎么好？所以每次客户有问题，她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而且不分白天黑夜。这不巧了，正好碰上冯丹被丈夫暴打。一般来说，别人的婚姻外人是不好干涉的，但男人打女人这件事，但凡是个正常男人见了，都会上去劝说几句，哪怕知道自己的存在不足以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，可当务之急不应该先制止打人的那一方，万一闹出人命可怎么办？毕竟拳头是不长眼的。陈丽呢，看到冯丹被打的画面，她下意识的反应还是让人失望了。在冯丹的印象里，陈丽一直都是个老实且可靠的男人，所以在她被丈夫暴打之后，看到陈丽就像看见了救星一般，希望对方能够来救救自己。可陈丽呢，竟然无视眼前的一切，转身就要走。冯丹眼看着自己的救命人要逃离现场，当即就慌了，立马叫住了陈丽，希望引起丈夫的注意，好让自己少挨一些揍。当时陈丽到达现场之后，冯丹的嘴角已经被丈夫打得流血了，而且她早就知道冯丹丈夫有家暴的倾向，这个女人的手上还有脸上经常有乌青的伤痕，看着很是触目惊心。可她就是不愿意去帮个忙，而是转头就走，任由冯丹被打，甚至都不在乎那个女人的死活。就算陈丽是不想惹一身腥，是不是也应该仗义一回，去救救那个女人呢？只能说陈丽下意识的反应比家暴男还要虚伪。如果说家暴男是无耻的代表，那对家暴视若无睹的存在就跟帮凶是差不了多少的。陈丽表面看似是个老好人，实则心比谁都要狠。如果说被打的那个女人是自己的亲人，她还能像个没事人一样袖手旁观或者转身就走吗？也不明白圆圆是怎么看上陈丽的。这个男人其实很可怕，一边假装好丈夫好爸爸，另一边却在畏惧妻子的接触，反过来去讨好别的女人。孔雀男到了这种级别，应该是没救了吧。